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教程。Word 跟 Blender 是免费软体 ，Word Studio 在 Steam 或 Windows 均可安装使用。Blender 一套开源软体，两者链接会附在影片说明。安装好之后就开始吧。先找好对象角色的参考资料，打开 Word， 我们把参考图全身放在旁边当参考。点击 New， 选择女生，选择 Outfit 角色不需要衣服，也不需要裤子。选择内衣的样式，这个是画在皮肤贴图上的。靴子选造型长度相近的长靴，后面会使用它来修改。选择 Body， 根据参考图调整下比例，调整这个会花些许时间。调整差不多就可以了，因为调整环是有极限的。接住进行导出。命名可以随意，但抬头环是取个名字。按下导出，然后寻找下可将 Word 档案导入的插件，链接我会放在描述栏里。打开 Blender， 将下载好的插件导入，勾选就算完成安装了。接住导入刚刚先前使用 Word 输出的模型。导入后，模型跟骨头大致上都已经汇入，并且绑定好。模型汇入后，先进行头部相关的调节，将头部特指绝位明显深烤图拖曳进入视窗，将深烤图调整屉盒的视觉大小，以及能看到模型的透明度。选择头部模型，根据视图进行调整。调整完后，添加些眼皮的细节。将头部参考图放进影像视窗，吸取参考图的颜色进行绘制。将细节添加完，该角色的脸部特质就算大致上完成了。
接着将肤色进行明暗的二分法，选择模型，点击 Shading 模式。下面材质节点是该模型汇入自动产生的，我们只需要从这个地方添加并修改材质节点即可。首先要先获取模型接收光线的资讯，因为是透过注色器获取光线资讯，所以需要进行转换可以混合使用的 RGB。连接色彩渐变，再连接到材质输出看一下效果，在视图上会显示黑到白的光线变化。将色彩渐变的线性改为长寿，调节白色拉霸，就会发现模型的亮与暗有助明显的二分变化。利用这个黑跟白的比例，个别给予贴图颜色的差异。呼叫混合着色器节点，把色彩渐变的颜色给予混合吸收。将基础的颜色贴图给予其中一个注色器通道。暗面低颜色我们将透过 RGB 混合制作出暗面低效果。另外创建一个45度角的直射灯光。选择算绘状态，根据最后算绘的结果调整。脸部的材质也是一样的处理方式，将之前的节点拷贝过来连接就可以。目前脸部的阴影细节太多，我们希望阴影细节简化些，在这边透过修改模型的法项进行简化。接住制作简善的轮廓线，点选模型，新增一个材质球，取名为 Outline。在这边使用的边线概念是复制既有的模型，改变法项产生的。在游戏引擎中不地核使用此方式产生边线。在修改面板上选择实体化修改器，显示上会出现两个模型重叠。调整一下 T 核的间距跟设定。计算一下你的 outline 材质球顺位在第几个，给予实体化修改器复制出来的材质索引 index。设定好后会发现整个是黑的，那是因为我们材质球预设是双面显示。在材质节点上，我们需要该模型的法项资讯，分别给予固有色及透明显示进行混合。设定好后，我们会发现多出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边线。我们可以使用群组权重的方式去控制线条的显示与粗细感。新增顶点群组，并将脸部模型选取指派过去。在实体化修改器选择只需要脸部的群组，其他模型边线也是以相同的方式处理。
头调整嘴巴的边线粗细，只要选取嘴巴的范围，给予群组权重降低即可。在开始制作头发前，研究下角色头发结构。我们发现左右两边大面积如果用发片堆叠的方式，效果不太好。先用粗略的模型进行拿捏的整体样式。形状拿捏好之后，可以掀起一个材质球看一下效果。主要测试边缘的效果是否能达到所图的感觉。然后可以根据效果调整模型粗略的细节。效果确定后就可以进行唾模。
接住枪头发的材质球，进行细节上的处理。头发的材质球效果差不多，进行刘海结的制作。逻辑上是制作善衣的发片，进行堆叠的效果而成。一个扇位的发片制作完成后，就可以进行复制堆叠，调整出 T 盒的效果。接住制作鬓角的长发。鬓角的长发需要多点细节，所以需要复制新发片做修改。
调整完后，材质的效果看起来并非我们想要的，所以将鬓角长发的材质球复制重新命名，进行发线映射调整。调整完左右镜射一下就完成了。后发可直接使用长发的发片进行复制处理。然后复制新的头发材质球，调整发线的映射设值。接住制作他头上的角角。在这边我们不使用问理贴图，而是使用节点做出角的贴图细节。一样也是先把接收光线的量约按2分出来。接住做色块里的细节效果。
线道边缘要消失，跟菲涅尔进行混合。接住枪脚前面所制作的效果混合起来，并给予颜色。接住我们使用菲涅尔制作边线的效果，这方式在游戏引擎中可以透过 shader 使用。缺点是角色面烁太低，效果绝差强人意。照之前的方式剪删除理头发的轮廓线。接住制作该角色的衣服，皮肤上有内衣的形状及颜色，这个我们不需要，先将其涂掉。这角色的衣服是绝味贴身的，所以我们直接从角色素体复制出来修改或增添其形状。
给予材质球设置节点，先看看效果。靴子的部分把多余的造型去除掉。也给予材质球设置材质节点。稍微修改一下，让衣服的轮廓线明显一些。增添衣服的毛边。为了拆解 UV 方便，添加缝线。
接住处理下衣服的 UV。接住开始绘制衣服上的图案，我们采用混合的方式，新增白色的问理贴图，先进行混合。现在我们就能开始绘制衣服上的图案。
Word Studio 的骨头及权重命名不支援 Blender 的映射逻辑，所以我们需要从素体枪权重过渡及服装。我们将衣服的所有顶点群组删除，先选择拥有需要的权重模型，再选择篆书终端的对象模型，进入权重绘制，点选篆书权重的功能。这样就篆书完成了。其他衣服模型也是比照方式处理。开始建立头发的骨头，先从鬓角的长发开始。这边骨头的命名，左右边的代号需要放在最后的字元，这样才能映射到另一边，提高效率。绑定我们使用自动权重，这样每根骨头之间的过渡就会自动处理掉。后面头发的骨头也是比照办理。头发的前端需要绑定在头部上，所以要先知道头部骨头的命名。然后到头发的模型建立新的顶点群组，将头部骨头的名称给它，选取头发前端部分指派给该群组。然后我们让头部的权重群组跟头发权重有些绝位缓和的过渡。鬓角的长发也是比照方式处理。接住将头发的骨头跟身体的骨头进行合并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头发骨骼的中心点需要跟身体的骨骼中心点一致。将头发绑定的修改器移除，将头发跟身体骨骼进行结合，再将头发绑定重新指定到合并的骨骼上。但是此时头发的骨骼还尚未连接到头部的骨骼上，所以需要将头发前端的骨骼跟头部骨骼建立 link 关系。刘海也要绑定到头部骨骼上。为了不使工作视觉造成混乱，可以将头发骨骼放到不同的图层。最后养成良好习惯，模型名称跟位置整理下。最后可以拉个动作测试一下有莫大问题。